呃，能听到能听到声音吗？能看到画面吗？啊，好好好好好好好，那我们再等2分钟开始。啊，爷们要战斗，画画是战斗。我我先熟悉一下，好久没有讲课了，害怕口误了，大家不要笑我。哈哈，这节课没有作业，下节课才有作业。这节课大家听我干唠2个小时。我我是天机人哈，就是有的时候说话可能会自带一点喜剧效果，就好崩溃。是的，这节课就听我单口相声啊，差不多该来的都来了，我们就差不多开始吧。这一课内容还不少啊，看能不能缩小一点。啊，不能，好吧？那我们开始吧。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哈，我是同时，你可以叫我木里里依依。为什么呢？因为同时2个字，因为木里里依依5个字是同时的拆开啊，所以我不叫同时，就不要再叫我木里依老师、木里老师、木里里老师了啊。好，然后我们这节课是一个古风人物故事感、氛围感的一个课嘛，所以我们先来花几分钟时间来讲一下这节课的一个课程安排啊。首先，这节课分为3个内容，一个是6节教学课、5节演示课和4节作业辅导课。因为我这为改图占的比重会比较多一些，然后我们的1到3节课，就是一个比较偏基础的一个理论课哈。这个讲的就是包括人物头像啊、人体结构啊、服饰褶皱啊，就是一些基础知识点。所以然后包括今天这节课主要讲的是我们在创作一个古风插画当中的一些思维逻辑和一些画前准备，就是在平时不画画提笔之前我们需要干的一些事情。然后如果时间比较富裕的话，会再带一点头部的知识。然后所以因为我们每节课只有2个小时嘛，就是可能会存在于拖堂或者是讲的不有地方可能会省略的一些地方。然后这个就是讲的，然后第4节课演示哈，就是会示范一个头像的一个塑造，因为毕竟我们前3节课讲的都是一些偏线稿、草稿、体型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我们塑造的内容放到一边演示一边讲。然后2节改图课，然后后面的7到9节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画面当中的，哎呀，综合运用。好，写字有点丑啊，抱歉，能看懂就行。主要就是我们在创造一个完整的一幅画当中的从头到尾的一些一些知识，然后示范和修改课。好，这就是这一期短期课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安排啊。然后我们画画是战斗啊，真的是战斗。就是如果你打算在画画这条路上面长远发展下去的话，那么我们画画就是真的就是有点逆天而行啊。然后我先锁定一下，好的，然后我们开始吧，画前准备。然后就是先介绍一下，我画画的这个平时用的一些东西哈，就是首先我用的软件就是这4个啊，就是不是电脑党，就是但是没什么区别吧，因为到后面发现就是啥样都能成大神，就是只要你可以的话。然后我作画流程是 PS 是负责草稿部分和塑造，
然后赛主要赛其实我用的很少，只有一个铺色的一个部分。为什么？因为赛那个模棒工具很好用。然后我一般就是画完草稿、线稿了之后，丢到里面去选区，铺完色了之后，它就没事了。然后一直再到后面的一些细化什么的，全都是啊打光什么的，全都是怎么了？论管理怎么了？哎，全都是 PS 的。然后所以我们的 CST 和 SU 嘛，我个人是觉得我们 CST 有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绘画助手啊。你要买正版的 CST，然后我们的绘画助手里面有很多就是一些小画手们他们自己制作的、分享出来的一些花草啊、特殊物品啊，就是什么什么小提琴啊，算了，我不写了，就是小提琴啊，那个鹰啊、刀剑啊，就那种比较复杂那些东西，然后就可以偷个懒儿，我们直接下载下来了之后，然后贴上去就完事儿了。然后还有一个 SU，这个比较重点哈，我们重点介绍一下，是一个建模软件，3D 的建模软件，然后是在 3D Max Blender 以外，就是我觉得它是最好用的，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建模软件。然后就是我们用它，并不是用它来建模，只是用它来进行一个场景和道具的一个辅助。就是之后到构图课到后面的时候会给大家示范一下，就是我们并不需要就是具备一些建模的一些功能，就是一些技巧，就是只是把你的现成的一些古风的一些室内或室外的模型丢到里面去，调整到相应的角度，然后截取下来就可以了。然后就是你们发现，就是我有的时候会画一些室内场景嘛，或者是有一些透视比较大的一些场景但是那些场景就如果你要纯靠手画，就是我们人手目前是达不到就是比较完全正确的一个透视效果的，所以就是该偷懒的时候就偷个懒吧，就是贴一下。软件发课件，你这个软件安装包感觉好像，因为我把这个图都贴在这里了嘛，然后其实我感觉网上就应该都有吧，我回去可以给你们找一找，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安装包，我还有没有？啊我的软件差不多这么多。然后第二个新疆画布，哎，这个新疆画布有同学开始问了，老师，我们现在都不是零基础的学生了，我们谁不会新疆画布啊？不会画布，不会新疆画布，怎么画画呀？其实新疆画布还是有很多学问的，就是有的时候同学画图，从新疆画布的那一刻开始，可能就注定了这张图不会很好看。哎，开始锐评了，就来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一般新建画布会，就有些人可能就建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啊，就完事儿了，或者是建一个普通 A4 的一个大小，跟一块麻将似的就完事儿了可以，但是我觉得不够美观。我觉得现在我们流行的一些就是会比较好看的一些画布比例都是什么16:9或者是21:9的那个比例。然后这是为什么？然后我再讲一下，就是我们横构图和竖构图的一些区别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人是什么？我们人是一个长条那个就是抽象的来看，我们这个人远看其实是一个长条，是吧？所以他这个人的比例一般都是8:1或者是7:1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是一般会觉得这样的人，就是潜意识里面一般这样的人会觉得比较苗条，然后一般矮矮胖胖的那些，就是你抽象点来看这是一个人一个人，这是一个胖胖，然后他抽象点来看的话，他是一个长条，他是一个小方块，所以给我们的刻板印象里面一些比较苗条的东西，比较高级的东西，他们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比例。就是但是我们画画也不要这样，所以我们画画一般会选择一个3:7或者是2:8的一个比例。我现在讲的是比例就是这3:7、2:8，而尽量的少用一些5:5或者一些什么6:4的一些比例。这是一个画画的比例，我把它留下来。所以包括我们新建画布的时候也是，你首先可以用 A4 打底，就是因为我们 A4 纸它是国际标准纸张嘛，所以用它打底准没错的，而且分辨率要300不要72，太小了，就是72的分辨率太小了。我们放之后细化放大看全是马赛克，根本就细化不进去然后分辨率写一下吧。卡吗？有一点卡卡的啊，所以我们好行，不卡继续接着讲嗯，然后所以就是建画布，首先就是尽量建大画布因为就是有些同学的笔记本或者是电脑，他们的性能可能不是太足，所以导致建不了什么大画布。但是我比较推荐我们还是画布往大了建，就是最小要 A4的那个清晰度，然后再往大建。这样的话，我们之后细化的时候才有余地去细化更多的内容知道吧？然后讲一下是横构图和竖构图的一个区别，是这样的，我们人眼横构图为什么电影当中
会用一些或者是一些电视剧，他们肯定现在都还是用一些横构图来进行展示的。那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人眼视域是比较偏向于一个横版的一个长方形，对吧？就是你往上看、往下看、往左看、往右看，你肯定会发现，我们往左看、往右看的那个余地会更多，然后往上看、往下看就看不到啥，就到那个眼眶的边边了，对吧？所以我们的视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然后这个地方是我们的视觉中心。那么旁边这两个地方，自然而然的就是我们的余光区域，对吧？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一些故事感、代入感的图都推荐用于横构图来画呢？那就是迎合了我们眼睛的一个视域的一个生理特征，这个能明白吗？所以如果你想画的是如果你画这张图是想把自己带入成一个导演来观察别人的生活，或者是想要画一张故事感非常丰富的图的话，那么我建议就是画横构图。然后我们的横构图也是16:9或者是21:9啊。我现有很多图，咱们都是这两个比例。然后我们竖构图是什么呢？我们竖构图一般会在这里面画两个人，对吧？画一个人，一般画一个人就够了，就是画不了什么场景，然后后面来点竹子，来点花，然后这是个骨头了，然后他坐在这个石头上面，哎，咱就这么地了啊。一般这一个人就够了，他就看不了什么其他的场景了。然后我们看这张图，我们的这个眼睛的这个逻辑啊在哪里？眼睛在这儿，肯定是从上看，再往下看，它是一个从上往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视线的一个循环。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去这么看的时候，一般都是在进行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动作？用一个词来叫做打量。哎，你和你的朋友走在路上逛街，你朋友说：“嘿，那边有一个帅哥。”哎，你回头看，然后你从头到脚看啊，确实长得挺帅，身材挺好，穿的名牌球鞋。那你这个样的一个视线，是不是就从上往下看，它是不是有一种打量、审视的一种感觉啊？所以这就导致我们的刻板印象，我们的竖构图更有一些展示的一些意味，懂吗？就是会示范一张横版还是竖版，还没想，示范之前再决定吧，多半是横版。然后展示，所以我们在平时看到一些人设啊，就是那些的包括一些就是比较偏向于对一些展示的一些图，他们都会用一些竖构图来示范，来演示或者说什么。好吧，所以如果你想画，你就是想展示这个角色的美，这个角色的好看，你就想展示他的颜值有多么的好看，并没有很强的代入感。你看这张图就只是觉得他好看，那么竖构图没问题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构图的一个构思啊。然后尽量咱就别跟个麻将似的，就是创造一个这样的画布，方方正正的就除非你只画一颗头像啊，也是展示一个头像画布完事儿。好，我们的不是画画是战斗吗？我们的软件和画布就是我们的什么战场，对不对？我们战场讲完了，我们下一步讲刀枪啊，讲一下那个手里的兵剑刀枪，对吧？我们开始讲一下工具，然后工具我之前也发给你们了，那个我用的是工具预设，就是这个。然后用不惯的也可以就是导入成笔刷格式，因为我看也已经有那个到群里了，就是有小伙伴就是已经转变成 ABR，然后给到群里了啊。然后其实也就这些，就是笔刷我们演示的时候再细细看我怎么用吧，就咱不一个一个细讲了。然后还有一个效果图层和调整图层，然后这两个功能啊比较的好用。然后我一般用 PS 的话，就是我这部分讲的比较基础哈，就是因为我发现就是我看模拟作业还是有部分同学是比较基础的，就是所以带一下哈。效果图层那个有一部分肯定就已经懂了，就是这几个模式嘛。然后一般用正面叠底叠加柔光变亮这4个，然后这4个可以组成一个套路，到时候直接上光影，直接就把4个部分给解决了。效果图层完了之后，如果从人正上方，感觉可以用竖方。什么叫从人正上？嗨，如果人物是躺着的，嗨，就我刚刚说的那个比例，咱也不用这么死，也不能说就一张6:4的或者一张方块就犯法了。我只是说，就是一些3:7啊、2:8的这种构图，或者16:9的这种构图会更好看一些，会显得更高级一些。那如果你平时摸鱼啊，你和朋友一块玩茶会呀，或者是画稿子，金主说我不喜欢那种，我就要6:4，好，咱就6:4，就没这么死。哎呀，按下一个调整图层，这个我推荐就是我们现在画一张图的时候，我扯一张图啊，我扯一张。
来，咱构图，咱构图的事情到构图课具体来讲哈。我们先大概的，就是我们画这张图，就是我们画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多的一些调整啊，比如会有一些Ctrl 加 U 饱和度调整，Ctrl 加 M 曲线调整，Ctrl 加 L 色阶调整，都是对这张画进行一些调整。你觉得它亮了暗一点，你觉得它蓝了，我们往回调绿一点。然后那么这个时候就是 Ctrl M 曲线嘛，大家都会平时玩曲线，就曲线救国，对吧？曲线救国。然后我们直接这么调了之后，当然可以直接Ctrl M 调，不是可以的吗？我们这么调了之后，如果你后面继续画，那么是不是？那么是不是如果之后你又觉得它太亮了，我想调回来，你会忘了数值啊？你会再去调，它没有这个数值了，你就调不到原来那个感觉了。就有没有人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然后后面我就发现了，就是我们的窗口工作区这边有一个调整的一个面板，它把所有的平时会用到的一些调整的一些工具全都归到了这里啊。然后它这里它有很好用的点是什么？就它是曲线嘛，它会给你新建一个图层蒙版，然后你在蒙版这里面调，你在蒙版这里面调。然后你在上面画，然后如果你又想反悔，又想再调回来的时候，它这个蒙版是可以保留数据的。你在这个属性里面看，就可以看到你当时调整的数据。那么我们再给它调回来，就可以用蒙版啊。然后蒙版的这个具体操作就是大家都懂吧？如果你不想，你只想这一块调，我们把其他这个地方用黑色，或者是给它删掉，就黑色是代表没有被蒙版上的，然后白色是代表它有变化的，就是这个应该都懂吧？对啊，就是画这张图，基本上关于一些操作方面的就这几个。然后那个 Procreate 应该，反正不只是 PS， 其他的应该也都有。啊，道歉准备完了，下面我们来讲素材库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画画不要提笔就画，就是不要。虽然我们都是一些情感为主导的那种，灵感来了可能会啥也不顾，直接新建画布开始提笔就画。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你的准备不充分，你可能新建了一个画布了之后，你就对着那个白画布，是不是会感觉到一丝恐惧，觉得无从下笔？我第一步该怎么画？我有一个空白画布恐惧症是吧？所以我们在不画画的时候，就是在你吃饭睡觉玩手机的时候，就是你要养成一个随时收集好图的习惯，随时去增长我们阅历的一个习惯啊。然后所以我们平时要去多收集图片。那么就是两个流程，一个是收集，一个是整理归类。好，那我就是花瓣、小红书和微博啊，这三个。我说一下，这三个就是比较常见哈，因为一个是花瓣它是公认的，就是他们会有很多那个记录者，他们给你整理好。然后小红书就是比如你喜欢古风摄影，那么如果你点赞了一些的话，他会给你满屏推荐古风摄影，它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拓展工具。然后微博就是平时网上冲浪的时候看到什么好图，咱就存下来。然后包括但不限于摄影写真、电影剧照、画师力图、文物图片、教程练习等等。然后就是我建议大家就是平时一定要多看看摄影写真和电影剧照，我觉得这两个它对你提升审美非常有帮助。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艺术来源于生活，对不对？你去观察，你去画这个东西的受光部、背光部，你肯定是要先去了解、先去理解摄影当中这个图片在这样的光源光照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光照的状态，会有什么样的颜色变化，你才能够在画当中运用到这些，对吧？所以我们平时要去多看一些摄影写真和电影剧照。然后电影的话，我是觉得因为电影的构图和色调是非常高级的，就是它应该是相比于电视剧什么其他的会更领先于我们现在的当代审美的，就是它会更高一点。所以我们多去看一些电影剧照，多培养一点对美的感知。然后收集完了之后，收集完了之后，很多同学，包括我敢说咱们在座的大部分人，包括我平时看到了什么好图保存点个赞保存，或者是看到什么教程转码一下，好的，码了等于学了，学了等于会了，然后就哈哈放大吃灰了，咱就再也不看了，就忘了，就是好看然后没了，那这就是收集了那这不是的，我们对再也没打开过，就它好像存在你印象中的某一个角落，然后你就不知道了。那你这收集，这不叫收集啊，这就是我轻轻的来了又轻轻的走了。所以我们的整理归类非常重要啊。然后我在这里推荐一个 Eagle 这个直接网上搜，然后我建议大家买正版，200块，就这钱花的值。我跟你说，就我不是打广告，因为真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这个，它这个软件哈，就是它是以你个人的一个相当于你的个人的图片云盘，然后你把你所有觉得好看的图，你就都可以拖到这里来。然后这边它是有一个文件夹的一个分类功能就是因为当你就是你只有几十张几百张的时候，那是可以不用分类的。但你看我收集了13000多张，
那么多张图，你想要怎么去找，你肯定得分类。你看我分类了男性头像啊这么多，医者啊这么多，然后包括一些画师名啊、一些古风啊和一些就杂图啊什么的，咱都分类了。然后你这边点一下，它这边会出现就是一些标签啊、一些这个图的一些数据。然后这都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要开始介绍魔法了，就是我们画了一张线稿或者是一张草稿，完了之后，我们得想一个主色调吧，我们得想一个要画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氛围啊，所以我们大体的基调从色稿到色稿这一步，从线稿到色稿这一步是非常艰巨的一个任务。那么有很多人，他们可能刚刚克服了从空白画布从零到有的一个状态，终于把这个线稿给画完了，然后开始上色，又开始恐惧了，怕自己把这个颜色上翻车了，我这个大关系怎么上都上不好，我颜色找的好脏啊，我不知道该画什么样的颜色好看，那这怎么办？我们刚刚说了，把那些好图存到这里了之后，那么来看魔法。如果有 ego 的话，就是如果有体验过的话，就没这么惊艳。它这上面有一个那个这个颜色，这个选取这个实色器。然后你看，假如我们要画一张粉色调的图，我们直接选粉色，它会直接把所有包含这个颜色的你采集到的图全部给你呈现出来啊。你要选择一个蓝色调的图，所有的蓝色调包含这个颜色的图都可以呈现出来。是的，非常方便。这就是导致，如果你想画一张这个颜色的图，我们直接选了之后就可以去看大师们是怎么处理这个颜色的。大师们在画这张图的时候，可以发现，就是我是主演的狗，就是全古风全是主演的，就可以发现。而且因为这些图都是平时你觉得喜欢的，你觉得好看的，所以你把它弄下来了之后，你就是它就不会存在你的片刻当中的记忆里了，你就可以活学活用了啊，所以ego啊，这个颜色查找非常的方便。我们建议人手一个啊，建议人手一个。平板画用羡慕的一天，平板也有吧？这个我记得也有吧？我记得还挺方便的，而且这个软件它不跟电脑走啊，不是啊，对，它不跟电脑走，它基本上是类似于一个云盘。然后如果你想换电脑，或者是你就是到另外一个地方工作了之后，我们直接可以下载了之后，然后就是输入你的这个个人数据，那么你这些所有的图片就会都跟着你到新电脑上去啊，非常方便啊。图片整理归类说完了之后，我们开始说笔刷。刚刚就是我给你们分享的那些，就是一些普通的一些塑造笔刷，那么还有一些素材笔刷哈，一些也是花草纹样特效就包括烟雾啊、粉尘啊那些东西，其实都是可以来源于淘宝或者微博的。淘宝里有很多淘宝店，包括那些花朵笔刷，微博就是会有一些好心的画人他们分享的其实都是可以平时都积累下来。然后这个咱就不细说了，这个应该大家都有。然后我们开对的，然后这个人体。就是人体很重要哈，作为我们的基础中的基础非常重要。然后我这里就是推荐大家用艺术家解剖和POFI无限人偶，当然也有人他们会用那个什么魔法人偶什么的，都一样哈。就是包括后面我会讲，我们的找参考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在画一张图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什么动作参考，一些角度一些参考。你画一个俯视的，画一个仰视的，摆一个人物的人偶模型是非常有必要的，对吧？然后，但是这些都要充钱，哎，非常那个什么。然后，所以我就找了个平替，我找了个万靠人体解剖。然后主要这两个，它是一个我们日常分析、练习、学习用的一个软件。而 POFI 它给我最大的一个优点是什么？是我把它当成了一个动作库啊。因为我不知道其他的那个软件有没有，但是因为 POFI 我用比较久了。然后它这个动作不是就是各种样都有嘛，骑马的、弹钢琴的、打伞的什么的都有嘛。然后就是我建议，就是之前有同学给我改图，然后他说老师我是想找个参考的，但是我觉得还是丑丑的。然后我一看，就是他摆的那个动作啊，就不美观，就是假如你骑马，你摆了一个骑马的动作，可是你根本就不了解骑马时人的胯骨、胸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摆出来的不对，那你画出来的怎么可能会对呢？而且就算我们摆对了，我们摆的应该就是反正我有的时候还会摆出一些不美观的一些动作，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建议咱们找现成的就完了啊，我们去找人家给的现成的就完了。然后我记得 POFI 就是它会有很多的那个各种动作嘛，然后它某一个骑马的也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就非常方便啊。咱充钱了得用啊，其实还行吧，因为毕竟我只用了个。就是我觉得它的动作库特别好，而且就是几个最精简的就可以了。然后它不是有各种各样的体型，都有各自样的动作嘛？其实只要买一个体型就够了，就买那个城南那个体型就买那个城南那个体型就可以了。然后剩下的剩下的就反正也就是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咱们择优考虑哈。
然后讲一下这个方块人体解剖，如果需要，我之后把链接发给你们。是这样的，就是它是一个医用软件，医用软件就是但是没关系，我们只用画画部分的就好了。然后就看这个主要是我们学习，包括后面学习人体的时候，我也会拿这个软件来举例子。因为这里有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骨架然后这个时候就有同学可能会想着，然后这个时候就有同学问，就是老师我们画的是古装，平时都是大袖子、大裙子一遮，啥人体都没有了，能不能不练了？呵呵，不能，我们的练人体非常非常重要啊，就是还是，而且就是如果你想画一些张力感比较强的图，或者是一些就是它比较色情的图不是，就是性张力强的图，对对，他那些就是微博上那些画的性张力特别强的那些太太，他们一定都是基础特别好。所以我们在分析这个就是如何去提升这个基础的时候呢，就是最根本的来开始看，就是我们来分析这个人体骨架分析这个人体骨架。然后这个就先不说了，明天的时候再讲画成再讲。然后参考方法，已经了半个小时了，我去今天这多半也要拖堂，没事，我们拖堂的那个就是可以到时候看回放或者是怎么样的都行。然后我这里给大家就是举了几个例子，还是如何运用参考。是因为也是之前改图遇到的，就是有很多同学他们就是收集了很多图，这里收集了很多图，但是他们不会用，他们不知道怎么把你觉得好看的地方运用到你的画面当中，不知道，或者是有一些人他们不知道这张图里面最值得学习的是什么当然可能各有千秋因为一张图可能每个人看这张图的感受都不同，但是我就是借此就是拿几个案例来分析一下，我们就是我看图的时候一般会是看哪些最重要的点然后像这两张图美吗？美，什么美？构图美吗？可以的。颜色美吗？也可以的。但是它这给你一种美的感觉是什么？它的内容换个词来说，它的元素美。看一下，就是里面是个仙女，有很多花，有个笼子，有一些羽毛，当后面这个是羽毛就发现如果我们画一张图，这张图里面是这几个很美的元素的情况下，那这张图它肯定就会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基调，就定下来了。那这张图不需要特别高的一些构图和一些色彩光影，因为它这些内容就已经足够让这张图美了。但它的美，就包括我们后面能够看到，就它只是美就完了。所以我们在那个一些画绘圈或者一些社圈，就是会有很多妹妹，就是她们本身人设都特别好看。那我们画出来其实就是我们不需要思考太多，只要把这个妹妹就是画出来就是把它躺在这里，然后加一点点花一些氛围，那这张图肯定就是一个美的。因为他们这个人设本身就很漂亮那这是最基础的。那所以说为什么就是说我们画这些复杂的东西就是它虽然复杂但是很简单，我们要真正画的什么？真正画的是那些非常普通的东西，就穿个白衬衫一个大短裤，怎么样画的让人感觉好看，让人感觉美，这才是难的。然后所以这个是内容这个是什么？然后看这两张图最吸引我的什么，或者说最吸引你们的是什么？好吧，这两张图最吸引我的是什么？是颜色光影都一样颜色光影，反正就是一种，反正吸引我的是一些色彩搭配它的一些问题。当然它这些色彩搭配也是凸显光影和故事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所以我们19号，比如像看这两张图，我会在上面学什么呢？就是我会吸一些它的颜色来观察，就随便吸一些，这颜色我吸的颜色怎么都不太对呢？反正你看我随便吸，再吸，就是我会感觉到这些灰就是有什么感觉，有一种莫兰迪配色的一种感觉，就是那种高级灰，然后有点复古的感觉。所以我们画一张图的时候，我们可以选几个颜色它有重的，有些灰色，还有一些纯的。我们把这些图这些颜色就是把它换到另外一张图上面，那它这个颜色的这个基调就是给你定下来的一个很高级。然后再看这边，然后我这些摄影的这些图都是从小红书上找的一些那个摄影爱好者或者是一些摄影师的一些作品，然后就是下面小红书号都没删，就是如果大家有想去再去看一下他的一些其他作品的话，就是可以自己搜然后我这个是那个人分享的一个调色教程，那个人分享一个调色教程，他是从这儿怎么调到下面这个，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好看了因为摄影它对于画面当中的一些色彩和氛围感的精度要比画的强多了
啊，我们在画的时候，其实你处理到这个氛围感，你要是能够画出这个氛围感，你就已经跟古希腊掌管氛围的神了，是这样。然后他这也就是冷暖对比嘛，他这个处理的也就是因为你这个人物，他整体是一个穿的一个比较纯的一个高饱和的一个橙黄色的一个衣服嘛，所以他会在这里就是加很多的绿色来形成一个绿橙的一个对比，一个颜色反差，一个冷暖反差，懂吗？但是我这么细两个颜色来看，其实他们也有，就是没有这么明显，但是我觉得这么明显，反正有点刻意了，但是也好看，也是好看的。所以我们这就是包括后面的色彩课上会讲，一个是纯灰对比啊，一个冷暖对比啊，画面当中要有冷暖和纯灰对比啊，你这张图就会是一个比较好看的，好看的一个颜色，就是因为你这张图它整体它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色调，对不对？那么所以这一块它就非常的吸引眼球啊，所以这张图给我最大的是色彩。我们再看这个，这个是什么？这个给我最大的是创意。这个就是它虽然不是古风的，但是因为觉得它这个里面也运用到了一些，稍等，好，就是它运用到了一个我先写一下吧，色黑白，就是你看这两张图，它们的有趣程度是不是比这两张的要，就是你会就是可能我可能会更喜欢这两张了。好，我又开始锐评了，抱歉，就是因为它这个就是你看你的人物主角是一个黑衣服的，然后后面是一堆白衣服的，然后他是个活的，后面的是死的啊，生死，就是这种构图，而且后面的一堆死的包围的一个活的，又可以说就是你又可以感觉到这些死就是纯白这些是不是他的人偶啊，他的傀儡啊的那种，怎么好笑呢啊？然后怎么好笑呢？然后，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内容上面来讲，就是最吸引我的可能就是一些构成方面的啊，就是元素搭配上的。所以这就是体会到了，就是那个生产到了之后，如果你看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突出视觉中心，突出一个主次，我们可以在一堆白或者一些空的地方画一个人，那么它是主要的。那么假如说我们在一大堆密的一些地方。这个这样的个白人，他是不是也是主角啊？就一些白构成对比给我的这种想法，对，这就会更有趣一点。好啊，接着来下一个。好，这两张一起看吧，这张单独看。这两张给我的什么感觉呢？就是因为之前也是有同学跟我说，他说他找了一个这样的图片，说老师，我的颜色参考是这个，然后我就这颜色有什么值得参考吗？我当时就心里想，我就是心里想，就是好像参考点在哪儿？就是就是，然后其实如果你非要说我就要参考这张图的颜色啊，我要参考这张图的颜色，这张图都爆了。但是我要参考这张图颜色，我喜欢这种白色黑色啊，可以没问题。你画图你是上帝，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就是我觉得他这两张图最吸引我的是神态吧，对，是神态吧？我觉得这两张给我的感觉，那种或者像这个，你看，其实你把下面的给封到，你单看上面的，它是一个皱眉的一种感觉，它给你感觉不快乐。我觉得他有点痛苦，但是他却是笑着的。他在画中这种感觉，就是会让我有一点，如果你想画一个突出人物神态的一张图，我会选取这张当这个神态参考这张，然后再看这张什么？这张你想参考颜色，想参考神态，可以没问题。但是这张图它最值得分析的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趋势就是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可以从别人家的摄影图里面去分析，去找很多这张图最大的亮点。它这张图也是你刚刚说什么小红书神图了，就是包括我们一些临摹练习都是可以比较善，就是画的临摹的还挺多的，因为是这个模特很火。然后可以看它这张图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它虽然只是一个小女孩，然后画面当中的一些兵器也就只露了这么点，还不是很明显，但是它给人感觉就是有一种危险的、飒爽的一种刺激的感觉。对，势如破竹，好，有文化，有文化。那为什么呢？那我们就发现，就是它这个叶片，
还有这个光影，甚至是后面的竹子，它是不是都会给你形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啊？然后我们后面也会讲啊，就是我们的抽象图形在具象中的体现，它们围成了一个三角形，对吧？就是这个摄影师在拍的时候，我感觉他肯定他这几片叶片，他肯定不是当时就这么落下来的，他肯定是后期 P 上去的。那就是为了营造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把所有的一些那种刺激的感觉集中到这一点，然后所以才给你一种视路，那种暗示，对，方向暗示引导。好，是的，这是构图，这是构图构成的一部分。啊，还有最后这个也是一组图，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更偏向于一些电影感了，但它是写真哈，只不过它的那个镜头感会更足一些。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叫做什么？就是你看这张图，就是可以发现，就是他这个人是主角，然后后面他他占的面积这么大，但是你还是把这个地方给突出进来了，然后这叫什么来着？我给忘了。哎呀，我一会儿搜一下。哦，它叫负空间。好，抱歉，它叫负空间构图。啊，是这样的，我们看一些电影感、镜头感比较强的，就是从构图上面就有很多可圈可点啊。一个是负空间构图，就是这个是正的，这个是负的，但是它却是我们的主角。然后我们的负空间构图就也是用一些就是一些比较暗的大的东西来突出一些比较小的亮的东西。会发课件的。然后这个是什么？就是你这个也是你的镜头是，就是你画面中突出的主角是这个，对吧？但是它这边会带一个，就是两个人二人对话的时候，或者是面对面的时候，他这边会带一个人来提示他们二人是面对面的。那这个是不是叫做一个月间？一个月间镜头。然后我记得我有一张图也是参考了这样的一个镜头，就这张色图也就是赶上课的时候，就是简单说一下，我怕一会儿这个直播间被封了。就是这个不也是突出的是这个吗？突出的是这个白头发的这个，但是我把这个背影给画了。那么虽然它占你画面当中的一些主要的很大幅度的面积，并且你的视觉中心在这儿，但是是不是还是就是一眼就看到这是中心了？那假如说如果我们把它切成这样的一个构图的话，那么是不是它就是一个越肩？就是你越过他的黑头发这个人的肩去看这个白头发这个人的，它就是一个越肩镜头的一个好的，我马上关掉。干嘛？什么也没漏，干嘛？它是一个越肩镜头的一个应用。然后这个就是一眼就能看出是个剪影啊。是这个剪吗？我忘了，反正就是一个剪影。然后我们剪影其实在一些光影比较强的那些，就是也会用到啊。就是比如有的时候会画个屏风嘛，因为我记得之前那个《光与月之恋》里面有一张夏林仙的卡牌，古风的，也是用到了这个，就是它好像是这里有个刺客，然后后面是一个屏风啊，这个刺客是夏林星是主角，然后后面一个屏风，然后屏风全部打亮，然后这里有几个剪影，就是一些死人的剪影，然后可以去学，然后来暗示后面发生了什么，就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是偷感，很喜欢偷感，就是跟你们讲啊，就是我们画故事感其实就是就是一种偷感。好，我们那个很好方法，就是刚刚列举了一些就是我看图一般就是会从这上面去找哪些可以用到画当中的一些灵感。好，我们这个现在讲完了。好，我们现在讲完了一些绘画前准备了之后，我们就开始来绘画过程大公开。好，来开始战斗了啊。那么我们在画之前，肯定得先有一个灵感来源，就是你不能说我先新建空白画布，随便画了一个人，再去想这个人他放在哪里，然后你会感觉到你这张画非常的僵硬死板啊，就像一个社死的人就像一个社恐人去游乐园拍照，只会站在一个地方，然后就不要那样。然后因为我们画也有一个灵感来源。那么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的灵感除了从素材库，就是刚刚那些图片，除了从这些素材库入手之外，还是可以从什么？从诗词歌词方面入手，对不对？因为就是我画的时候会喜欢一边画一边听歌哈，然后我感觉就大部分小画手一般也不会是纯画，他们都会一边画一边干点别的啊，甚至我有朋友一边画画一边看视频听小说，一边吃零食一边打游戏，就是哇，我觉得好佩服。然后但是我就不行了，我就只能够一边什么，还有老师一边画边唱，我讲的很像唱歌吗？抱歉啊，是。对，所以我会一边画画一边听歌。然后如果有一些人他非常的有文化，他出口成章，然后看过很多诗的话，就是从诗词入手其实会更好啊，因为就是我们
画国画啊、古画啊，其实都是有一个就是诗画不分家，就是经常有那种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那种感觉嘛。就是我们画就是古风的话，都就是看一些古代的画，是不是都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所以就是如果你给这幅画的文案是来源于一句诗词的话，我觉得它会更高级一些。但我目前的文学涵养还达不到。所以就像我这个例子，就是从这首歌这两句歌词来的，就是仿若昨日炎夏初逢10年醉梦，然后来的。我当时就带了，好开始画啊。然后我把这张图先拖到这边。抱歉，就是搞 OC 人是这样的，就天天代餐，没人给自己做饭，就只能天天代餐啊，说这种叫哭啊。然后我们绘画，然后我们灵感来源确定了之后，我们第一步不是新疆画布开始画，是找参考。我这边很大的那个打字出来，并且2个感叹号来体现找参考的重要性。对。然后我们找参考，就是可以发现我们找参考得找各种多样的。哦，对，这个找参考，之前还有同学问我，就是老师参考是什么？参考就是你在创造出这幅作品当中所有能给你帮助的、给你提供灵感的，你在画画当中需要学习的一些地方的图片，都叫做参考图片，好吗？就是大家要建立这个画画当中找参考的意识啊。因为我之前也是画画就一腔热血直接画，就是完全不去找一些客观参考，然后就被老师骂了。然后现在也我现在也告诉你们，他们参考要找什么样的？我们要找动作参考，这个是角度吧，又或者说是构图参考啊，这个是人脸的一个角度参考，然后这个是服饰参考，好吧？当然，如果你的动作是个站桩啊，那么可以不用。但是你看我这个明显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动作，好吧？那么你就放没有，你就放。哦，对了，为什么我们要找这么多的参考呢？还有同学问我，就是老师找参考是不是你看到一张别的画师画的很好看的一张图，我也要这样吧？我要和他一样的构图、一样的颜色、一样的动作、一样的光影。那好的，然后我们就被挂了啊！我们不要逮着一张蒿啊，我们要找各种各样的，我们不要逮着一张蒿啊。对呀，所以如果我们参考了这个画师的构图，那么在角度、动作、什么光影、服饰什么其他的一些，就都不要一样啊！就不要去觉得这个画师的你很喜欢这张图，咱就跟这张画的差不多的说，老师这不也参考吗？这过了，就知道了吧？啊，然后就可以看出，我这个动作参考，就是因为刚开始画的是一种，就是他不是醉了嘛，然后他俩也不知道干什么，然后因为那个歌词是什么，就是有一个檐下有个屋檐的一个场景，然后有一个初逢，那么初逢一定是2人的，然后10年醉一梦，就是会有一种时间的一种比较梦幻的一种，但是又喝醉了，就那种感觉。所以我当时就想，就是画的是一个下腰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个白衣服的这个白头发这个是一个就是一个倒的那种感觉，比较破碎感，然后这个黑衣服就是在接着他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后面我就发现，哎，这个动作好像那个跳华尔兹舞啊，就跳双人舞啊。然后一搜发现，嘿嘿，真的好像。那我们就直接用。然后但是他的人物角度和我想的不一样，因为我想比较俯视，所以我又摆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啊，这我摆的。但是因为你有原本这个参考，所以你摆就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多的丑的可能性啊。然后我们角度也是，就因为这个人，他也是一个，就是他是一个屋檐那个感觉，然后他是从里面看到外面的，这也是一个俯视的角度，我觉得可以的。我就想要一个要一个这种这样的。然后其实你现在看就这2个八竿子打不到啊，就是你完全都就你看这样就一点即视感没有。但是其实我是有在学他的这个角度和这个屋檐感。你看就我这里就是这有2个那个敞开的花舞，然后这里是那个地板缝儿，然后这外面是花儿，因为只有室外才有花儿，对吧？然后服饰啊，这你的人设，然后角度。然后其实就是看这个人脸这个角度，其实也是，就是他这张图也是因为我当时发现啊，他那低头角度好像啊，好，来学。老师是怎么精准锁定角度参考的？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就大家肯定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找不到参考，就是我想画的这个图，我找不到它的参考图。这个找了很久，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有，就是因为我们有两种流程嘛，一个是从你找的好的图片当中获得灵感，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你突然有了一个，你脑子里面脑绘出了一张画面了之后，你找不到现实的一个客观参考依据，这个就是很痛苦，这个就是我们就只能够一直找，所以就是我们画一张图，就是有很多人在画一张图的刚开始他们会觉得只要动笔了才算画图，但是其实我们在动笔前
就耗费的那些时间，就是不要心疼，不要觉得就是我想画一张图，但是我找了2天的参考了，都没有找到我想要的，你就会很焦虑。其实我也会，但是就是没办法的事儿，就除非你换一个角度，你找一张现成的来。但是如果你不就想要我脑子里的那个角度，那要不咱就自个儿拍，要不咱就自个儿布景自个儿拍，怎么样都成吧。然后这不是找到了吗？就是我现在的能力只能够从这个软件当中找到一些颜色上的，就他们会给你搜集好归列好，就是颜色上面参考，我觉得是10拿9稳的了。但是从一些角度动作上可以用模型，然后服饰上，如果你有人设或者画头人的话，也是可以确定的话，那么就只有构图角度了。这个人物的话还可以用一个3D 模型软件，然后所以就是这个的话，就是还是要多积累一些啊。然后第2步开始这张图，然后就发现我第2步小色草，发现我这张第2步打草稿其实就是小色草了。然后就是如果你想画的是一个，就是你这张图你要放在作品集里面，你要好好画，不要半途而废的那种，不是练习的那种，就是作品的话，就是我建议就包括我们之后接一些商单，都是你得先画一张这样的一张小色稿。然后我们这张小色稿是确定主题色调大关系氛围场景啊，就是你这张小色稿，就是我当时是用了1天的时间，就是1天7、8个小时的时候才进行到了这个。就是你虽然就是感觉很累，但是你把它做出来了之后，你这张图奠定的基调就已经10拿9稳了，8、9不离10了，你就已经稳了。就是这一步很重要，就是这一步就是能够确定这张图会用到的元素和你确定进一步接下来用到哪些参考。我们画这一步就发现，就是眼下就知道我要画一些这种建筑木头，我要画一些花。当然，然后我当时这个地方还加了一些烟雾丝带和一些那个鸟，然后就是我就知道我要画这些东西了，我就不会在后面再改成什么其他的一些地方了啊。然后这一步就发现，就这一步不考虑人体，不考虑脸，不考虑钢板式等等，就是放大看，其实就这一步啥也没有，这一步啥也没有。就你看这特别草，一根完整的线都没有，脸也没画，直接十字线完事儿。但是你看我2分就能确定光源从这儿打，就是可以尝试一下。是的，这一步很难，因为毕竟我们万事开头难嘛。那么我们的小色草奠定好了之后，我们下一步就是从草稿、线稿，到完成我们的初步色稿。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奠定完了之后，啪，把后面那些光影啊、颜色啊、底色啊全部去掉，然后开始认真的勾线，然后此阶段才开始认真的画脸、头发、人体、画衣服的版式、褶皱等等。然后注意这个阶段，就是如果画的是多人的话，多人角色间分层勾线，就是他勾一个，他勾，你不要2合1啊。然后头发前后分层勾线，有交叉叠加的部分分层勾线。就比如这个手它是PS 这个手它是，这是1层，这是第2层，这是第3层。然后这3层你要分开，这样的话后面如果你的人体型有问题的话才会好调。然后包括我们的头发也是，我们画一个脸，然后刘海，然后耳朵，然后马尾，然后你的刘海和你这个脑壳配后面的马尾3层基本上要分开，就是我建议你分开哈，这层2层，不是，那没关系，无伤大雅啊。然后因为这样的话，就假如说你看我这个地方，就这个地方的线很乱是吧？因为它是就是因为是低头嘛，所以你的刘海会有部分垂下来，然后我后面是扎了个马尾，然后这个马尾也会在后面垂下来一些散落的一些头发。然后这个时候你如果不分层的话，它就会很乱。然后如果我们后面的如果想再继续调的话，你就分不清前后了。如果我们分层的话，我们直接把后面的就是让它不可见，这样的话我们再去调就会很方便哈。然后我们再把人物勾完了之后，再去把你的其他的那个氛围的什么光影啊什么图层一打开，就会发现你这张图就是其实已经是到达了一个50%的程度了。就是你就觉得你就很想画下去了，就觉得我画的好快。虽然就是老草，但是我今天业绩已经足够了啊，你就很有信心啊。然后第4步，这一步确定你的最终色稿。然后这一步就是我又找了一些参考啊，我们画画当中不是只找一次参考就完了，你画遇到瓶颈了、卡壳了，都要重新的都是再去找更多。然后我们刚刚找的那些就是这些是一些体型部分的一些参考嘛。那么我们在画到这一部分程度了之后，就要去找更多更细的参考了。所以这是什么？这是褶皱，不会写字儿，没事，咱知道就行。褶皱，这个是颜色。就可以发现，就是我一开始画这张图的时候，颜色你这么确定了，但是我也不会是一步到位的啊。然后因为这个角度还是蛮常见的，
就是这个角度还是蛮常见的。然后我就其实还挺好找，找了很多。然后颜色也是，因为颜色是为什么呢？就是我当时看这个小色条，就是咱们缩小看就能够发现，就这张图氛围有了，但是我觉得不够浓烈，因为我画的并不是一个云淡风轻的场景，就是10年醉一梦，它是一种，就是你看有一个10年嘛，我会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沉重的，或者是说它里面可能蕴含了更多浓烈的一些情绪，只不过会用一种淡漠的一种随着时间的流逝的一种感觉淡化了一部分，但它整体还是有一些沉重的。所以现在的颜色就是感觉除了这个黑色以外，其他的颜色太轻了，我会觉得它给我的浓烈感不够。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去找了一些三图老师的图，三图老师画颜色的神。然后这个时候，因为咱不是刚刚说的嘛，你画面当中要有对比，要有一个冷暖对比嘛，或者是一种那个红绿对比。就是我们看一下三图老师的图，就是能够发现他也是玩红绿对比玩的特别好。就是我们大家看红绿对比都会有那种什么红配绿什么后面3个字不说了，就是那种感觉。但是玩的好了之后，他完全不会给我这种感觉，我会觉得非常好看。你看这个粉色在这个绿色里面的这个颜色搭配非常好看，包括这个也是整体的画面，它是一种比较饱和度低的一个绿色，但是你看这个粉色在这里是你最吸睛的点啊。还有包括这张百闻牌的，然后我平时也是比较喜欢看百闻牌的图，就是虽然我们画的是故事感的氛围插画，然后百闻牌它比较偏平构一点，但是我们不去学它的平构，我们学它的颜色色彩构成也是可以的啊。所以就是这么一看，我就觉得它这个粉色特别好看嘛，这个绿色特别好看嘛，好用了，直接用了。然后这样的话，然后这一步，咱们再把后面的这把砖啊，这个就是把这个整把各自的那个轮廓收拾了一下，就能够发现，就是他现在他这个人物跳出来了，他俩给我的那个画面当中的重量感一样的，对吧？所以我们色稿去进一步调色啊，建立整体氛围。然后场景上面就是整理上一步的色稿形状，你要推一下空间。然后人物就是仔细的去分析一下光影2分，然后加反光透光的部分做一下晨灰对比。这一步我们的色稿才完成，就咱们才开始细化。然后细化就是刚刚有同学说我单图层战士嘛，就是到这一步了之后，你再把该合并的合并，然后直接噗呲，就是抠就完了，就直接就这么多笔触内容，咱们抠就完了啊。然后注意这一步才加配饰，我们刚刚说了，就是那些这些到这个阶段画面当中都没有配饰的，或者说我这个加了，但也只是拿那个勾线笔刷去把那个形状描了一下，也没有好好画。然后我们到这些才再加配饰。然后就是说一下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画人体画人物还不能够达到一步到位的一个水平，就是我们肯定还会调整很多。虽然你找了这么多的参考，对，如果合并细化很久后发现有个地方有问题想改怎么办？所以就是你要是抓不准呐，咱就别合并细化，或者是你在细化前先保留一个备份，然后再合并细化。我这个你的人物手势为什么我放到后面再画？就是因为我刚开始在这里画了之后，如果我的这个地方的人体有问题，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液化来调整人体啊？那么我们用液化调整你的人体了之后，你的人体对了，你的手势可能就不对了，来懂吗？那你的手势咱就白画了。所以我们这些点点啊，就是我们放到你觉得你这张画的人体没有问题了之后，你细化完了之后，因为你细化或者是上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去检查你人体问题的一个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到时候咱再把这个手势一加，我们就一遍过了就方便了。然后注意细化，不要破坏色稿大关系。好啊，这张图的过程就细细的就说完了。然后再看一个吧，再看一张这个吧。然后这个我们就不是很详细的说了，我就直接给你拍在这儿了哈。然后是这样，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我们刚刚说的那张图其实是一个我画的比较顺的一张图，但是其实因为我也是从不会画画开始慢慢过来的，就是我知道画一张图不可能这么顺的就画完了。你画当中，你可能画完了之后，发现和你当初所想的画面八竿子打不着了，就是我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我刚开始画的根本就不是什么传奇啊，我刚开始画的都是啥呀？我刚开始就是想画一个被包围的一个战斗的一个状态，然后后面各种调整，因为你的想法要为画面服务嘛。你当你的想法在这张画面当中呈现出来不好看的时候，你就得换，对吧？所以这张图也是刚开始就是构图嘛，就画的是一个人，甚至如果当时只画了一个人，然后前面俩人，后面几个人，我就想画的是一种被包围，然后它是一种那种就是紧张刺激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也是稍微的把颜色一铺，然后也是脸都没画，但是我们先把这个大关系给做出来，然后才能够10拿9稳。然后这个时候发现我们的背景本来想就是在一个漏水的地方啊，这个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你的画面当中就是前景这么多，中景后景就是你的元素太多了，我会觉得画面当中有一点堵，所以或者是说所以我在这里开了个窗，然后就当时就想着背景画啥，
然后也是因为我画的是一个比较激烈的一个打斗的场景嘛，但是我个人的人体和透视并没有到达那种大透视的那种水平。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老师们，他们画一些那种打斗场景都会用一些超强的那种透视来画嘛，就那种样才刺激嘛。但是我们并没有画那个水平嘛，所以我就只能够是用一个平视的一个视角，然后来画。然后这样的话，我就会觉得这张图的动感都不是很强。那么人物带给我不了动感，我就只能够从一些具有动感的元素上面入手。那么就只能通过一些漂浮物和水花来入手。我在这里加了一些水，因为我们水它激起来这种刷的感觉，是不是就是会有一些动感？然后包括后面这个叶子，所以我就只能够加水。然后我加了水了之后，我就想，就是因为我们古代除了江河湖海之外，它其他的地方是很难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我们古代很常见的灾难有失火呀什么的，但是却很少，这就是除非有那个背水淹啊那种地方，它是很少会在房子里面形成水灾的。所以后面就只能改成了船，毕竟在船上船席嘛，所以才改成了船席。然后第3步就是开始细化了，这个时候就开始细化线稿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因为后面又加了个人，我觉得就是他自个儿的话，就是有点太孤军奋战了，我觉得就是有点不忍心加一个人和他背对背一起吧啊。然后第四步开始服务大关系嘛，就是这一步就是咱把背景给改了，这一步还是因为我觉得他这种人物上给人感觉会有点堵嘛，所以我把后面的背景就是让他们从一个半室内的环境跳落到了一个整个的是一个室外的环境啊，就这里是一个很刺激一个很多的一个比较堵的一个场，但是后面这一点是一个天空那种天高云淡的感觉，它会稍微的中和一下你画那个堵。然后为了突出海上，为了给水做呼应，解释一下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水，你只能在这里加一个船帆。这样的话，大家就能够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知道船帆那在船在江上，好，那有水，那就是合情合理的啊。第五步就是细化嘛，这一步细化，然后没什么可说的。然后你看我这一步也是没有加什么配饰，比你把前面这2个人给去掉了之后细化，画完了之后再给它加上，然后这一步就细化完了加配饰，然后参考图贴在这里了。然后我这边建议一下，就是在自身设计能力对服饰元素设计节奏储备不够丰富的情况下，不建议在作画中设计，需先单独设计人物服饰例会后再进行创作。就是因为我们在画一张图的时候，你想你要处理人体，你要处理光影，你要处理色调，你要处理细化、节奏、空间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的大脑根本不够用，所以我们尽量不要让服饰设计再去占用你的脑容量了。所以如果你没有你自己的 OC 或者一个现成的一个辐射例会的话，那么你可以从画同人开始练习，因为毕竟同人都已经有现成的了，而且同人的设计它毕竟是一些就是已经公于世的一些游戏人物，它的设计应该也都会比较好看的，就是会节奏感会比较强的啊。然后所以我们就不要一边画一边去思考这个人他该弄个什么衣服什么的，然后就可以发现就是我这张图，我这2个人，我这2个人，你看我到这儿，不知道懒得设计了，我甚至他俩是。看，哎，好吧，这里他俩我直接一模一样的，因为我实在懒得设计了，我就算我宣布你俩成为双胞胎，好的，这样，然后剩下的也是咱都没有设计，我的最大的能力只能够把一个大概的服饰版式给你弄出来了之后，我就没有更多的心思去在这个人物上面去做一些那个出彩的点了啊。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完整的服饰例会后就直接进行创作的话，那么多少你在画的时候会有一点力不从心。好，刚刚2个那个绘画过程说完了之后，我们现在就是总结一下，花了快1个半小时了。现在就是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在画画这条路上长远发展的话，首先就是要进行2部分，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审美的提升，还有一个是实践的积累，就俗称就是你眼的输入和手的输出，就是我们平时要多看，多提升审美，然后运用，然后再输出作画创作出自己的东西，来懂吗？所以我们审美的提升。就是可以从游戏、动漫、视频、电影、表情包，表情包好看的平常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就是因为我们平时看了一些美的东西太多了之后，就可以发现，就是有一些东西它虽然比较丑，但它有趣啊，就是它独一无二啊。就是因为我之前找到了一个表情包，好像是一个人撤，另外一个人一个大嘴巴子啊。然后我当时就是觉得动作参考可以把它存下来，就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基本上很少有人去拍一些大嘴巴子的那一瞬间的素材。然后也很少有人去画这一瞬间的图嘛，但是你看别人都画一些美女在那里展示，在那里躺着坐着怎么地，我就画一个人要抽另外一个人的大嘴巴子，这张图它从题材上面它就是非常的新颖了，就懂了。然后就是平时旅游啊，咱旅游
咱也别傻玩，咱旅游，咱别哎好看，哎好吃，然后没了。我们旅游其实非常开阔眼界，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自己拍摄一些素材，就像什么雪山啊、草原啊，那个或者一些特殊构图视角，其实都可以应用到你的画面当中啊。而且你这个素材，就是我们刚刚说你这些素材，你看就像比如这个笔者，你看不也是这个素材，咱还得有度的去学习，我们还不能够那个，我们还不能够就是必须得就是搞得一模一样。但是如果是我们自己拍摄的，我们的版权在自己手里，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抄啊？就是你直接就搞一模一样的，都没人去挂你啊，因为你的素材来源就是自己拍的呀，对吧？就非常方便啊。然后手的输出就是临摹、写生、原创，刚开始临摹，然后我们根据照片写生，然后再去画同人，然后再自己设计图示啊什么的去搞原创啊。有画过同人啊，我有画过很多。然后我这里就是展示一下我平时做的一些练习哈。然后就是因为就是人体很重要，所以我做的人体练习比较多。然后就是找一些男模啊，或者是一些擦边视频啊，就是这直播间就是积极口味啊，就看到这些视频，就是别脑子里都是黄色废料。我们去观察一下它的肌肉结构，然后你把脸那个不要看他的脸，去分析他的肌肉结构去练习啊，就是这个。然后你再换成自己的推，你再换成自己的 OC， 那非常好啊。老师这个图哪里找啊？这个图就是在微博上存的。你看这不是还有大眼的这个名字吗？太糊了。然后花瓣什么都是可以找的，就像我这个人体，我就讲人体课的时候会找很多，就是这都是平时搜集的呀。然后你就把它拖到这里呀。然后你平时想练的话，你就发现你就练啊。你觉得好，你觉得这个非常的有张力，非常的有情感。好，我们把它拖过来，非常方便。拖过来之后，你在窗口新定的画布就练了呗，是吧？素材库这个花瓣上面自己积累哈，我这13000多张，这积累了好久了，这个是吧？这哪能是？然后包括一些写生哈，就是一些这个就是练一些塑造，练一些笔触感，好吧？然后还有这个脸，这个脸也是，就是平时多画一下这个脸。然后但是积累啊，你不能说我画3个怎么没有进步呢？我画了这一张，画了一下午怎么没有进步呢？根本不够，你得画个几百张，得画那么个半年1年的，才能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积累嘛。那我2年前那画的啥呀？那是好吗？还有半个小时。那么其实我们的古风插画就是我们平时要干的这些事情，平时积累的就已经都说完了。然后我们后面就开始讲知识点了哈，就是讲点。我找一下，是下节课才有作业，这节课我自个儿唠了1个半小时，你看哪有作业？然后我们讲点知识点啊。今天咱们就讲一些头部大比例。因为我看了一眼你们的摸底作业，然后还是有很大的一部分人，就是咱们这个大比例问题还是有很多问题的。然后其实也有很多画的好的，但是就是我们都兼顾一下，所以我们就是还是讲一点。作业明天布置吧。这个就是这个词卢米斯，大家肯定都能够，大部分人应该都听说过吧？就是那2个圈和那3根线很重要的一个作用。然后因为我也是就是用过卢米斯，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卢米斯画出来了之后不是会比较死吧？而且它是就是如果你画一些城南的话，一些大叔的话，它用它很好用。但是我们日常画一些比较2次元的一种，或者是画一些萌妹的话，其实没有多大帮助啊。好，对不起，又在锐评，所以就是我们之后就会讲到卢米斯，我会用它来进行一个检查的作用。然后我们就是先拿这个头骨来天平3庭无言，很简单，这是这么区分。发现我们的眉头到鼻底眉毛到鼻底，鼻底到下巴壳，然后眉头到发际线，是3庭，就是它俩，尤其是它俩是差不多的。然后其实他们3个都是差不多的，但是我们画画中有的人为了就是美观一些，他们会把发际线降低，就是发际线降低一点，所以一般就是你的上庭会比中庭下庭要稍微短一些啊。什么是卢米斯啊？那我讲一下哈，一会儿讲啊，我们先讲3庭。然后
啊，其实三体一个这么点东西，就是发际线到你的眉毛到你的鼻底，鼻底到你的下巴，它们是一样的。往侧面来看也是。然后我就拿这个来画卢米斯哈，卢米斯其实卢米斯也不是规定死了的，就是我们的头骨可以当做一个球吧，对吧？然后我们球就是2/3的位置画一个同心圆，然后拿这张图也是觉得就是它这条线就是非常像，好，一点也不圆，没事儿。就刚刚那个只是来确定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同心圆是在你大圆的这个直径的，就是这两个直径的这个2/3。然后下个线这条线，因为它这个头骨它不是那种就是正常的，它是放在一个水平线上的嘛，所以它这个头骨它是有一点就是那样有一点抬下了那种感觉，所以我们这个线它是会稍微歪一点的。然后这条线，它是这样。哎呀，怎么画的不准呢？好尴尬哦！我擦一下，它根本不圆。然后这条线不圆，其实这就是卢米斯了。但是网上也有很多他们的卢米斯是这样的，就是它下巴颏会多出来一点。这个我个人觉得都可以吧，因为毕竟卢米斯感觉就是它好像定也不是很死，然后就能够发现就是这眉空的这条线就是你这个圆的这个中线的这个1/2，然后我们的耳朵呢是在这里面，是一个棺材的一个形状，一个棺材定在这里，然后我们就能够发现非常奇妙的一根线，就是我们的眉弓到耳朵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能明白吗？而反之，就这个地方如果是一个凸字，骨头还是有点就能够发现我们的鼻子和我们的耳朵这个底也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水平线上的，所以我们的眉弓和耳朵的上边缘、鼻底到耳朵下边是在一个水平线上。你们之后自己那个看一下自己画的大头是不是这样的啊？然后下巴颏，然后你看，然后这条线就这个点和这个中线这个地方就是把它延伸过来，是我们的发际线的位置，这个地方是发际线的位置。哎，好丑这个发际线，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卢米斯的一个最简单直接的一个应用。然后我一般用卢米斯也是用来就是检查一下你的眉弓到鼻底到下巴颏，然后发际线这个地方是不是大致的是3等分，然后你的眉毛到你的耳朵上边，鼻底到耳朵下边是不是那个一条线上的。这个懂有清楚一些吗？懂了吗？然后下面这3张图就是各种角度的三体，就是我讲的这个是基础当中的基础了，但是我发现还是有人就是因为他这个稍微的往上移了一些，他这个稍微有一点点仰视啊，但是他脸部就是别看耳朵，他脸部基本上你看这3就是然后五眼嘛，不就是眼睛，然后我们这个间距类似于一个眼睛，然后它到耳朵边啊，五眼不就是这5眼嘛，就是眼角到耳朵这个边，眼角到这个边是一个眼睛的距离，然后2眼之间一个距离，所以我们的5眼是这个5眼，3体这3体，好吧？然后所以我们在一个俯视的状态下，那你的面的压缩，你俯视状态下，你的眉弓到鼻底到下巴颏，然后你的这是不是它会稍微的要这个更大一些，这个正常，这个更小一些呀？因为它这个俯视了，就是它有点往下的那种感觉了，所以它下面的这个地方会压缩，上面会露出来更多。但是又因为我们日常会把发际线画的，就是会比较窄一点，会好看嘛，所以一般俯视的时候，这2个差别就不大了，就他们俩距离就差不多了，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懂吗？好吧，好。
然后仰视的话，这个更仰了哈，我还继续定位呢。哎，发际线在这儿，这是发际线，这是四际线，这3庭，你看我们的下巴最大了，这是中的，这是小的。然后因为我们的发际线本来就会比下面2庭要稍微的短一点点，在仰视的状态下，它是不是会更小？所以它这个差距会更大一些。所以啊，这个就是很直观的，然后我来看一眼你们的摸底作业吧。虽然我讲这个大家都懂，而且在那个就是网上的教程上面也一大把一大把的，但是看，然后因为就是我比较擅长改图嘛，我之前有一段改图的经历，所以呃，所以我在，所以我就是挺喜欢那个从改图上面去搞。干嘛？你们难道不喜欢被改图吗？我个人觉得改图是一个最能进步的一个阶段了，因为毕竟讲知识点嘛。但是改图的话，就是更能够针对性的。哎，好不容易发现一张，你看这个上庭，这是不是有点太短了？啊，就是啊，我说一下，就是因为就我可能说话比较直爽，然后所以我在看一些同学的图，或者是那个就是说一些看或者改图的时候，可能就是遇到问题，我就会比较一针见血的说出来，咱就不绕弯子。然后所以就说，如果有一些心灵比较脆弱的宝宝们，和一些比较羞涩内向的宝宝们，就是有点受不住的话，我就先给你磕一个，我先给你跪一下，我先给你跪一下了，就是因为确实就是为了进步嘛，就是咱是先把这个，就咱还是不绕弯子了，是吧？哎，哇，对不起，就是你看这张图，你的眼睛、鼻子、嘴巴刻画的很细致了，然后怎么额头这么短呢？就我把这个额头去掉，我感受到你这张图就完全不是零基础啊，就他已经很有基础了，就是他已经很会画了，但是就是还犯过这样的问题，所以就是我们这个3.5眼就是咱们时刻牢记啊，好吗？嗯，这不在一条线上，不在一条线上，耳朵小了。哎，这个刚刚说的，你的眉毛对应耳朵的上边缘，鼻底对应耳朵的下边缘，稍稍有点没听对啊。这我就没法改了。脸好尖啊，你的下颌骨呢？中挺长了，你看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有点仰视的吧，但是我们仰视的时候，我们的中庭是会比较靠上的，你的下庭是最长的，所以你这张图呢，哎图呢，不让我点评，不让我点评，所以你刚刚那张中庭长了，可恶，我找到了，所以这两个地方，你看它们一致的，甚至我感觉它的中庭比下庭还要长一点点，然后上庭太短了，需要我改吗？好看啊，好看，稍微有一点对啊，耳朵也是我们今天讲五官结构的时候会写下，这么牛，就稍微有一点短了，都是额头画短了一些，也是这个头骨啊，我们这个如果给这个头部加给这个头部加头发的话，它脖子搁这儿呢，脖子搁这儿的，然后加马尾的话，它是这么加的，它是不会多出很多的，就像这个，如果你的下颌骨都在这儿了，就是我们基本上还有10分钟，我们稍微的改一下，稍微的红线一下，抱歉，我真的很想改。就是下颌骨瘪了，你的下颌骨
然后你这都到这儿了，就是它往哪接呢？就会稍微的要小一点，稍微的要小一点，就稍微的横线一下。如果有不希望被我改的，也可以跟我说，我可以不改你的。暂停。你的无眼，你的无眼，你的间距不对呀、间距太长了，间距这怎么有点像蟑螂啊？好看啊？不对了，问题问题比较大的还是挺多的。你看这都不对，这个头骨什么麻辣烫，哈哈哈哈哈，头骨要削哦，要削哦，它是这样的。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也是吧？你看它这个，我们要积在一个头骨上画呀。我就是虽然用卢米斯就是这个，要不还是用10分钟示范一次考虑，还是把所有的还是把所有的作业都看一遍，对吧？你们自己选。就是如果用卢米斯的话，那么我们的同心圆在这儿呢，然后我们的眉毛在这儿，然后我们这根线在这儿呢，然后我们的上面的这根线在这儿呢，下面这根线在这儿呢，下巴在这儿呢，所以我们的耳朵是在这儿，眼睛，所以我们这个脑壳，然后脖子，然后我们的中线，哦对，还有中线没有讲，好的，那么示范不了的。我们把图我看一遍，有问题比较大的稍微改一下，然后我把中线讲一下，就今天的课咱就是咱就完了。就这眼睛怎么都快跟鼻子一条线了呢？三睛五眼还是个比较大的，是吧？好看啊，好看，没有耳朵，然后你的头骨也没有，你的头骨后面要加一些啊，你的头骨是个圆，如果我在这里面加一个侧面的同心圆，我们这边，哎，怎么办？如果把这个画成侧边的话，就是卢米斯哈画个球，然后侧边的话，我们的同心圆是不是它往这边转，它会压缩到这里啊？然后我们再去找中线，再去找这个圆的这个中线，然后把它延伸出来，然后把这个延伸出来，把上面的延伸出来，然后再去找它的中线，然后再去找它的中线，然后再把它连起来。然后你这个，因为我们的头骨就是你这个球嘛，就这个球嘛，所以我们头皮，所以我们这个头这个圆的这个球就是你的头啊。我们不要在上面，就是我们要接地你的头发里面是有一个头骨的，就骨头呢，就里面它是有一个头骨的骨头呢。然后我们再在这上面去画鼻子、嘴巴、下巴颏、耳朵定位、眉毛、眼睛。画际线稍微低一点，可以。然后你这个同心圆，你看从侧视图来看，你的同心圆是个正圆，这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我这个同心圆它是在你的脸的侧面的。你的正面，如果你画的是一个正面的话，你是看不到你旁边那个同心圆的。这就是区分我们画的脸，我们画的五官有没有移到你的脸的侧面。就是你看我这个眼睛，它到这儿就截取了，因为它下面你的脸要转了，你的脸要转到侧面去了。所以，然后你的同心圆刚好是在侧面的，所以你的眼睛就如果我们把眼睛画这儿了，耳朵在这儿了，那你肯定就发现它是不对的，对吧？因为你这个地方是你的脸的侧面，就这个地方开始，它这个地方它这边都是你的脸的侧面了，这个地方是你的脸的正面，这个地方它就转过去了，你自个儿猫你的脸，你就转过去了，所以我们的眼睛是在正面的，所以我们眼睛肯定就是在这儿的，它是不会超到外面去的。所以如果你拿卢米斯检查的话，你的眼睛如果已经跑到同心圆上面去了，就你发现你的同心圆没有地方画了，那它肯定就是不对的。哎，这个能懂吗？
丑啊，简单的示范一下，然后用卢米斯来画，然后倒点活字，然后我们不都喜欢高颅顶嘛？啊，这地方高一点，然后这个地方哎上马尾。我甚至不敢把同心圆，我甚至不敢把卢米斯关掉，我怕看见太丑的一张脸。睿智，眼睛画怎么画都很智慧，怎么办？把上眼皮画粗一点，只要把眼睛画成蔑视的感觉，那就不会显得很智商很低了。好啊，甚至不敢把它打，哎，也还可以，也还可以，也还可以，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用很标准的这种三形五眼这种去画的话，它会比较死板，它没有直接动手画，对吗？因为你用这种方法就是有点像做数学题一样，就套路公式嘛，所以会比较死板。所以我一般会喜欢就还是直接画，画完了之后，我拿这几条线去检查你画的脸对不对。日常找不到，真的还有几张，我看完吧。就是对，但是因为它看似它是有一个比较俯视的，我们在俯视当中，我们的线会，我们的那个比例不是会变吗？所以它反而会觉得有一点对，不对啊，短了，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头骨的感觉，这里会有骨头吗？这里没有骨头支撑的，那么你这里画这么多，就会选这个地方头发很多。但是你这个地方头发多了，你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头骨的一个圆的一个地方，又比较少，所以就是不太对了，都是头骨大了，就是大了，就是怎么有这么大的头骨啊？就是啊，抱歉，你看眼睛到鼻底，鼻底到下巴，眼睛到发际线的三庭是一样的，但是眉毛似乎在这儿，那么我们从眉毛算的话就不一样了，所以画短了，倒着看可以。摸底作业交，这也就耳朵小了哈，鼻底到耳朵下边，眼睛到耳朵上边，嗯，下颌好，我知道了，我明天都写，可以的，可以可以，还没看完，可以都可以。好啊，哦，对我这个摸底作业，因为是助教老师就是前几天打包给我的，所以这2天上传的可能没有，就是然后助教老师今天请假了，所以我一会儿再让教务再传一遍完全版的吧。然后如果你们还想上传的，还可以再传一下。然后我之后假如说的话是可以看的啊。然后那个中线这个其实也觉得没必要讲，但是我还是讲一下，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同学就是大家都懂，但是我看有的地方中线还是歪的，就理论懂，然后一画又理论都跑哪去了？中线不就是我们脸是对称的对吧？所以我们中线啊，就是这条线，你，咱得对上啊。所以就是我们从正面看的话会比较好分析。那么我们从侧面的话，就拿我这个头来举例子啊，
那么分析它的中线，看它我给它画的中分，然后而且我们补风，我们一般会画一些美人尖，对吧？因为美人尖就是中间的这个地方，那么我们中间这根线它是会往这边走的，然后到我们的鼻子，然后到我们鼻子，然后这个地方它会往里走，因为这个鼻底会往这里走，然后就是这个。就如果我们画的是嘴，是比较写实一点的话，比较写实一点的话，是这样的，然后会往里走，因为鼻子，因为嘴下面这个嘴唇下面地方会有压缩，它中线是这样啊，然后再到上面的这个地方啊，就是侧面的话是这样，就不是正面角度的话，侧面的话它是这样的，再对上，就这样的话，这样是检查你的中线有没有歪，你的嘴如果就经常有人画他们的面部画的是这个角度，那他嘴可能会画正了，或者画歪，画的歪到那边去了，或者是我们的经常有的是有的人同学脸画的是正的，但是我们的鼻子画成这样，就是小腹有人说嘴好像就是中线没定对呀、所以你要这么画一根线，然后来判断，就是你看刚好我们的这根中线是你的唇珠，你的正中间，包括嘴唇正中间，然后到你的下巴正中间啊，懂吗？然后是这样的，就是我稍微的改了一张啊，抱歉又改了，对不起，忍不住。然后是这样，这个头我就好看，但是这样头对吧？中线没定对，怎么看的？就是我刚开始还以为它是血，后来我发现不是血，它是那个就是古风那个有的少年他们会有那个眉心红是吧？那你画的是一个侧面光对吧？所以这个地方你打上光了，你的鼻子这个地方打上光了，那么就我当它是中线了，就是哦它不是中线，你把中线，但是我觉得这条线是中线，这条线是中线，然后所以鼻子也歪了，然后嘴，然后这边，因为它怎么可能是中线呢？他们俩都不一样，都距离不一样大呀，就是所以他们就是感觉就是明显的两条线啊。然后我就是稍微的动了一下，然后就发现看了就是稍微的动了一下，然后其实也就差这么一点点，也就差这么一点点，然后这样动的时候就特别好看。啊，那今天的内容好像似乎大概就讲完了。所以今天就是把三庭五眼和在几个和在角度下面平视啊、俯视和仰视的这个角度下边，你的变化，你的变化，你的俯视当中的这个角度下面，就我好像讲挺快的，因为确实这个地方这几个地方有点基础，也不需要讲什么，大家都懂。不过在画画的时候又忘了，就在画画的时候就没这意识，所以我们虽然你已经懂，你有这个概念了，你知道他们两个人的眼间距就是一只眼睛，然后我们这个三庭就是这样的，并且是在你看俯视的情况下，你的这种这个线它肯定是这样子的，对吧？它肯定是这样的，对吧？所以它肯定是有一个压缩的，就是越到下面它会越小，越到上面的会越大，就是也可以拿模型你去观察一下。下来，你看，假如我们这个地方是个耳朵，你看你这样的话，是不是你的发际线是在这儿的话，它们是很大，然后下面的会比较小。你的俯视越俯越如此啊，然后越仰视的话，你这个发际线你看仰到这儿，它就已经很小了。然后我们眉毛到鼻和下巴颏是依次变大的，就这些就观察一下就懂了，分析一下就懂了。它就是一个小乘大，一个大乘小，然后这些就是等于这三个地方等，还有是仰视啊。然后我们明天就是讲五官还有面部的骨点和那个头发的画法。是的，比你月经面积越大就是这样。什么？这还是个同人吗？对不起，完全不知道啊。一般好，那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就是我今天讲的该讲完了，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要我再复盘一遍吗？讲的就是介绍了一下画前准备，然后介绍了一下平时的作画的一些东西，然后分析了一些参考方法，对吧？然后展示了两个绘画过程，一个比较详细，一个比较省略，然后总结了一下平时的练习方法，我们的输入和输出，就是多看，就是多练，然后就是讲一下最基础的一些头部，然后明天继续再讲吧。
不知道色草怎么起，就还是脑子里面积累的不太多。我觉得吧，就是如果你画，嗯，我觉得这个是构图的原因，就是不知道色草怎么起，就是你脑子里面没有概念，就是还是脑子里面没有概念，就是经验有一点少。什么东西？你一定会示范头。嗯，就如果你画的多了之后，就像这个，你从这张图上面就可以去，就是当参考去创作嘛。然后你就比如他是一个坐着的，然后玩猫玩狗的一个动态，我们就可以把它画成一个古风的一个小帅哥，或者画成一个富柔在这里玩那个他养那只狗叫啥来着？然后我忘了，然后坐在一个庭院里面，然后上面加一点点那个花啊草啊，下面这个是木板，然后后面来一点那个门庭的那个窗户，然后加一点小蝴蝶儿，然后就完了。然后不就完了吗？然后我们找颜色，然后我们开始构思完了之后开始上颜色，我们就去分析，你想要一个阳光的一个草坪的一个氛围，我们大概去找阳光草坪的氛围，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色调。然后你看像这个颜色好看的就学，好看的，好看这个邢老师的好看的，就这个黄绿色调好看的学，哎，这张图咱们就是的。色草分层，色草分层，呃呃，我一般就是正常的分层，就是正常的分层，因为我们的色草到后面都还要重新再过一遍，就是你重新把线稿和那些地方选区的都整理完了之后，还是要重新分层的。所以我们色稿的话，你甚至可以单图层作战，只要把大概的效果弄出来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色稿就是只起一个辅助的作用，后面你可以直接合并了之后拖到旁边小窗口那儿看看就行了。然后剩下的就是它就给你一个奠定一个基础的一个作用。啊，然后其实我的 QQ 吧，就是因为我什么话都发啊，我的 QQ 就是我的发疯空间，就是如果想看到真实的我的话，可以加，但是就是加了之后你会发现，我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就是这个生活中你看就是呃就是你们没有太多心理落差的话是可以加的啊，就是当然如果就是你如果对我还有一些好的印象，不愿意这个好印象被打破的话，就可以不加。好，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完了。那么，是的，我的精神状态就是这样的，就是并不怎么好。那明天见吧，拜拜。